我发现有很多朋友都会为自己的爱车装上防虫网，多少目的防虫网才是最合适汽车用的呢？汽车防虫网的目数啊，也就是网格的大小啊，主要取决于需要拦截的颗粒和昆虫的大小。那通常呢，目数越大，网格就越密集，那能够阻挡的颗粒和昆虫就越小，但这也可能导致空气流动受到更大的阻碍。要找到最适合汽车用的防虫网目数，需要在防护效果和散热效能之间找一个平衡。一般来说啊，一个相对较大的网格，例如1毫米乘1毫米，或者是稍大一些的，可以阻止大多数的昆虫和较大的颗粒，同时呢，仍然允许足够的空气流动，以保证散热的效果。不过啊，请注意，这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最适合的防虫网目数可能会根据具体的驾驶环境和车辆的类型而有所不同。在昆虫较多或者是空气中的颗粒较大的环境中，可能需要一个网格更密集的防虫网。反之，在清洁的城市环境中呢，可能可以使用一个网格更大的防虫网。那防虫网是怎么影响汽车散热的呢？汽车散热主要依赖于冷却系统，其中的冷却风扇和散热器起着重要的作用。当汽车运转时啊，发动机会产生大量的热能，如果没有及时的散热，发动机可能会过热，从而导致汽车的性能下降甚至损坏。冷却风扇和散热器的作用呢，就是帮助将这些热能啊传达到空气中。防虫网的设计啊，是为了阻止昆虫等杂物进入到车内的空气进气道。如果防虫网的网眼设计得太小呢，或者是堵塞呢，可能会减少散热器的通风量，进而影响散热的效果。总的来说，防虫网可能会影响汽车的散热，但是呢，这主要取决于其设计和维护的情况。有些朋友还会问啊，我的是电车，防虫网对电车有影响或者是有用吗？电动车的工作原理啊，和内燃机车辆略有不同，但是呢，它们也是需要进行有效的散热的。电动车的电池和电机在工作的时候也会产生热量，如果没有及时散热，可能会影响到电机的性能和寿命，甚至会导致电池过热并引发安全事故。然而，电动车的冷却系统啊，一般是使用液冷或者是气冷的方式，那对于空气的流量的依赖呢，可能会相对较小。实际上啊，一些电动车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散热网格栅，这并不意味着电动车不需要防虫网。电动车的电池和电机通常是位于电车的底部，如果昆虫和其他的异物进入呢，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此外啊，电动车的空调系统啊，可能仍然需要一个防虫网来阻止昆虫和杂物的进入。所以啊，虽然防虫网对电动车的散热影响不大，但是呢，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组件。选择和维护防虫网时，还是要考虑到你的具体需求和环境条件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期的全部内容。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说的，可以在留言区给我们留言。喜欢的话，给我们点个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